这看起来像是一盆精心打扮的艺术品，白净的鹅卵石铺得满满当当，连一点泥土的缝隙都没露出来，摆在客厅确实赏心悦目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根本不是在养花，而是在给植物穿寿衣。那层漂亮的石头下面，无数条原本应该在土壤里自由呼吸的根系，正在经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窒息。它们像是被关进了密不透风的桑拿房，又湿又热，拼命想要吸一口新鲜空气，却只能无奈的在那层厚厚的石头屏障下慢慢腐烂。很多人总是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严格按照教程浇水施肥，也给了充足的光照，家里的发财树琴叶榕还是莫名其妙的黄叶掉叶，最后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杆子。其实凶手往往就是你亲手铺上去的那层看起来很高级的铺面石。我们要先从土壤的呼吸机制说起。你可能觉得土就是土，埋在盆里就是固定的，但实际上健康的盆土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循环场。当你浇透一次水之后，水分除了被植物吸收，很大一部分是需要通过盆土表面蒸发掉的。这个蒸发的过程非常关键，它不仅仅是把多余的水排走，更重要的是，随着水分的蒸发，新鲜的空气会补充进土壤的孔隙里。这就好比人的肺部呼吸，水出去，气进来，根系才能在土壤里进行正常的有氧呼吸，以此来转换营养，维持生命活力。但是，当你铺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鹅卵石，或者那种表面光滑、密度极大的装饰时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这层石头就像给花盆盖上了一个锅盖，水分蒸发的速度会呈断崖式下跌。在没有铺面石的情况下，表层土壤接触空气，水分2-3天就能蒸发个大半，土表干了，空气进去了，根系就很舒服。可是铺了石头以后，你从上面看，石头是干的，你摸摸石头表面也是干爽的，于是你以为土干了，又去浇水。但殊不知，揭开这层石头，下面的土表可能还是湿漉漉的泥浆状态，因为水分被锁死在里面出不来，上面的石头挡着，下面的水汽憋着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潮湿、缺氧的微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根系最怕的不是干旱，而是闷。这种闷湿的状态如果持续1周甚至更久，那些细小的毛细根就会率先缺氧坏死，变成黑色或者褐色的烂根。特别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室内养大盆栽，像是天堂鸟、龟背竹这类大型观叶植物，为了美观，往往会铺设那种大颗粒的白色汉白玉石头。这种石头不仅重，而且表面非常光滑，几乎没有透气性。它们压在土面上，为了铺得平整好看，往往还会铺得比较厚，2-3层压上去，重量直接把表层土壤压实了。土壤一旦板结，透气孔隙被压缩，再加上石头本身的阻隔，这简直就是双重打击。植物的根系在这种高压、缺氧、高湿的环境下，不仅无法吸收养分，反而会因为无氧呼吸产生酒精等有害物质，这叫做根系的自毒作用，根系是把自己给毒死的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环境简直就是真菌和细菌的温床。在通风良好的自然土壤表面，阳光紫外线和干燥的空气能有效抑制很多有害菌的滋生。但是铺了石头之后，土表常年不见光，又湿又暗，这正是霉菌最喜欢的地方。你有时候如果把铺了很久的石头扒开，会发现石头背面全是白色的菌丝，或者土表长了一层绿色的青苔，甚至有一股发霉的味道，这就是土壤环境已经恶化的铁证。这些霉菌会顺着原本就因为缺氧而虚弱的根系入侵，引发根腐病、茎腐病，最后导致整株植物的死亡。而这时候你看到的症状往往只是叶子发黄发软，你可能还在纳闷是不是缺肥了，或者是不是水浇少了，完全没想到祸根就在这层漂亮的石头下面。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物理常识，那就是温度的传导。石头这种材质吸热快，散热慢，夏天的中午，阳光直射在铺面石上，石头的温度可以迅速飙升到50-60度。这层滚烫的石头紧贴着土表，下面的根系，特别是靠近土表的那些活跃根，简直就是在经受铁板烧的酷刑。这种高温不仅直接烫伤根系，还会让花盆内部变成一个高压锅。高温加上高湿，主根现象就是这么发生的。
很多人的植物度不过夏天，往往不是被晒死的，而是被这种花盆内部的桑拿天给蒸死的，而那层厚厚的铺面石就是罪魁祸首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看那些园艺博主或者国外的杂志上，人家的花盆都铺了石头，怎么人家就养得好好的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解，那就是环境差异和维护成本。专业的大棚或者是光照通风极好的户外花园，环境本身的蒸发量巨大，风一吹，水汽就被带走了，哪怕铺了石头，水分依然能通过侧面或者强大的蒸腾作用消耗掉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养护环境是在居家室内，甚至是封闭阳台，通风条件本来就很差，光照也远不如户外，在这种本身蒸发能力就弱的环境下，再人为的加上一层阻碍蒸发的石头，这就是在跟植物的生理习性对着干。我们再来聊聊具体的植物反应，不同类型的植物对铺面石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，但几乎没有植物是喜欢被闷着的。像发财树、金钱树这类耐旱怕涝的植物，一旦铺了厚石头，基本上是九死一生，因为它们的根系本身就不发达，肉质根非常怕积水，稍微闷几天就烂给你看。而像黄金葛、吊兰这类看似皮实的植物，虽然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但你会发现它们长得越来越慢，新长出来的叶子越来越小，颜色也不翠绿，总是灰扑扑的。这其实就是根系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表现，虽然没烂完，但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生长。还有一种情况特别隐蔽，就是很多新手买回来的盆栽，商家为了运输方便和美观，已经给铺好了一层胶水粘固定的石头。这种简直是反人类的设计，胶水把石头缝隙全部填死了，水都浇不进去，只能顺着盆边流走，或者浇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。这种盆栽如果买回家不把那层胶水石头撬开，植物基本上活不过2个月。商家是为了卖相，为了在货架上那一刻的好看，而你是为了养活它，这两者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突的。其实从土壤物理学的角度来看，土表的干湿交替是驱动土壤内部气体交换的引擎。当表层土壤干燥收缩时，会形成细小的裂缝，空气顺着裂缝进入深层。当土壤吸水膨胀时，又会挤压出陈旧的气体。这个呼吸过程如果被几斤重的石头压住，土壤表层就失去了收缩膨胀的弹性，时间久了，土表会形成一层硬壳，即便你后来把石头拿掉了，这层硬壳也已经形成了，水浇上去直接滑走，根本渗不下去，这种叫做土壤的封闭化。很多人喜欢用铺面石，还有一个理由是为了防小黑飞。确实，把土面盖住，小黑飞没法在土里产卵，看起来好像是解决问题了，但这其实是掩耳盗铃。小黑飞之所以产生，根本原因就是土壤长期潮湿且含有未腐熟的有机质。铺了石头，虽然挡住了成虫，但土里原本的幼虫依然在孵化，而且因为环境更潮湿了，反而更适合虫卵的生存。等到它们孵化出来，会顺着花盆底部的孔洞钻出来，或者在石头缝隙里寻找出路，到时候你会发现，虫子不仅没少，反而因为土壤内部环境的恶化，根系腐烂后招来了更多的腐生虫类。真正的防虫靠的是环境的通风和土壤的健康干湿循环，而不是靠堵。我们还要警惕一种心理陷阱，就是这层石头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。因为看不到土面的真实情况，我们对浇水的判断就会失灵。很多养花教程告诉你见干见湿，这个干通常是指土表往下2-3公分干了，但是铺了石头，你根本看不到土表，手指也插不进去，你只能凭感觉或者按天数来浇水。这多浇的一次水，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植物不会说话，它很难受，根都在水里泡烂了，但表面上有石头挡着，你看不到土里的霉斑，闻不到土里的酸臭味，等到叶子大面积发黄脱落的时候，往往根系已经烂到了主根，神仙也救不回了。首先，我们要确立一个核心原则，那就是铺面材料必须具备优良的透气性和透水性。我们之所以反对鹅卵石、汉白玉石头，是因为它们是实心的、致密的，
它们之间形成的缝隙一旦被泥土或者水分填充，就变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墙。而真正适合植物的铺面时，应该像海绵一样，内部充满了细小的孔隙，能够呼吸，能够让空气自由穿梭。在园艺界，我们首推的其实是火山岩。这种经过火山喷发冷却后形成的天然矿石，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，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它的重量，不会压实土壤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小孔就是空气流通的高速公路。当你把火山岩铺在土面上，风吹过来，空气能够顺着这些孔隙钻进土壤深层，带走多余的水汽，同时也把新鲜的氧气输送给根系。而且火山岩棱角分明，彼此之间无法紧密贴合，这就天然形成了很多大的空隙，这对于防止土壤板结有着奇效。它的颜色通常是深红色或者黑色，铺在绿植下面，红黑配绿，在视觉上也有一种粗犷的自然美。除了火山岩，赤玉土和鹿爪土也是绝佳的铺面选择。这两种介质其实是日本园艺界非常推崇的颗粒土，它们虽然叫土，但实际上是经过高温烧结或者自然风化形成的颗粒状物质。它们最大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们具有变色功能。当土壤潮湿的时候，赤玉土会呈现出深褐色，而当土壤变干，它会慢慢变成浅黄色或者发白。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花盆表面安装了一个天然的湿度显示器，你再也不用把手指插进脏兮兮的土里去试探，只需要看一眼土面的颜色，就知道是不是该浇水了。这种可视化的管理对于新手来说简直就是神器，它极大的降低了浇水失误的概率。鹿爪土则偏酸性，特别适合用来铺在杜鹃、栀子花、蓝莓这些喜酸植物的表面，既能透气，又能缓慢释放酸性物质，维持土壤的酸碱平衡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还有一种被很多人忽视的好材料，那就是松林，也就是经过发酵处理的松树皮。这种材料来自于自然，最终也会回归自然。它铺在土面上，营造出一种森林地表的原始感，非常适合搭配蕨类植物、龟背竹这类雨林植物。松林不仅透气性极佳，而且它具有一定的保水性，在干燥的季节可以减少土表水分的过快蒸发，但又不会像石头那样彻底封死土面。更妙的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松林会慢慢分解，变成有机质融入土壤，成为植物的养分。这种铺面方式是在模仿大自然的落叶层，是最符合植物天性的选择。选对了材料，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铺设的方法同样致命。很多人犯的一个大忌，就是把铺面石铺得满满当当，直接把植物的茎干基部给围死。你要知道，植物的根茎部位，也就是茎和根连接的那一小段，是呼吸最旺盛，也是最容易发生病害的部位。如果这个地方被潮湿的石头长时间捂着，非常容易发生茎腐病，一旦茎干烂了，根系再好也救不活。所以，无论你用什么材料铺面，请务必记住一个黄金法则，那就是留白。在植物茎干的周围留出一圈2-3厘米的空隙，让土露出来，让根茎部位直接接触空气。这一圈小小的留白就是植物的生命圈，它能保证核心部位的干爽，极大的降低烂根的风险。关于铺设的厚度也是越薄越好。我们铺面的目的只要能遮盖住底土，防止浇水冲刷就足够了，通常1层到2层颗粒就够了。千万不要铺得像盖房子一样厚，太厚了，不仅浪费材料，更会增加下层土壤的压力，阻碍水分的蒸发。特别是对于室内通风不好的环境，薄铺是底线。如果你是在户外露养，风大太阳大，铺厚一点可能还没事，但在室内，每1毫米的厚度都在增加闷根的风险。接下来我们要解决一个痛点，就是铺了面之后，到底该怎么判断浇水时机？既然我们前面说了，普通的石头会误导我们的判断，那么我们就要引入更科学的检测手段。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竹签法。你可以找一根长一点的竹签，或者一次性筷子，顺着花盆的边缘，小心地插进土壤深处，一直插到底。平时就把它插在里面，想浇水的时候，把它拔出来看一看。如果竹签上带着湿润的泥土，或者摸起来是凉凉的、潮湿的，
那就说明土里还有水，千万别浇。只有当竹签拔出来是干爽的，上面几乎不带土，这才说明土壤内部的水分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候浇水才是安全的。这个方法比看土表颜色要准确得多，因为它探测的是根系所在的深层土壤环境。还有一个方法是掂重量，这个适合中小型的盆栽。在你刚浇透水的时候，用手掂一掂花盆的重量，记住这种沉甸甸的感觉。等过了几天，当你觉得花盆明显变轻了，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时，就是浇水的最佳时机。这两种方法完全可以绕过铺面石带来的视觉障碍，直达问题的核心，那就是土壤内部的真实含水量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已经在遭受铺面石折磨的植物。如果你听了前面的内容，心里一惊，发现自己家的植物正处于这种危险之中，甚至已经出现了叶子发黄、掉叶子、生长停滞的现象，那么现在必须立刻展开救援行动。这不仅仅是把石头拿掉那么简单，因为长期的闷湿，下面的土壤可能已经发生了质变，甚至根系已经开始腐烂。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后续处理。第一步，当然是坚决彻底的清理掉所有的铺面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小心不要伤到那些已经浮出土面的根系。清理干净后，你会发现土表往往有一层绿色的青苔，或者白色的霉菌，甚至土闻起来有一股发酸霉味。这时候，你需要用小铲子或者耙子，轻轻的给表层土壤松土。这层土因为长期被压着，已经板结了，比心安，不把这层硬壳打破，新鲜空气进不去。松土的时候动作要轻，只要把表层2-3厘米的土翻松就可以，让它们暴露在空气中。第二步是杀菌消毒，因为之前的闷湿环境肯定滋生了不少有害菌，松土之后建议用杀菌剂，比如恶霉灵兑水，给植物灌根一次。这就像是给伤口消毒一样，防止病菌继续向深层侵染。如果你发现土里有小黑飞或者其他虫子，这时候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杀虫处理。第三步是创造极度的通风环境，把处理好的植物搬到家里通风最好的地方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用一个小风扇对着花盆土面吹，加速表层水分的蒸发。注意是吹土，不是吹叶子。通过强制通风，快速带走土壤里淤积的湿气，让根系从窒息中缓过劲来。在这个恢复期，一定要严格控水，哪怕叶子稍微有点蔫都没关系，必须让土壤彻底干透一次，利用干燥来杀死厌氧菌，同时也刺激根系重新去寻找水源。如果你的植物情况特别严重，比如叶子已经掉光了，或者轻轻一摇晃，感觉根部已经不稳了，那就说明根系已经烂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候光去石头已经没用了，必须进行翻盆换土的大手术。要把植物脱盆，把根系上的土全部洗干净，然后修剪掉那些褐色、黑色、空心的烂根，只保留白色的健康根系。修剪完后，把根部在消毒液里浸泡半小时，晾干伤口后，再换上疏松透气的新土重新栽种。其实我们养花养到最后，追求的应该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。泥土本身并不丑，它是生命的孕育者。嘿嘿。当你学会欣赏土壤那种质朴的质感，你会发现，没有任何人工的装饰能比得上一盆健康的黑土来得动人。如果你嫌土脏，那是你还没有真正爱上园艺。我们还要警惕市场上那些所谓的懒人养花神器。很多商家为了迎合现代人忙碌又想养花的心态，推出了各种自动吸水盆、懒人盆，上面往往也配了厚厚的铺面石。这种组合简直是植物的火葬场。自动吸水盆本身就容易导致底部积水，再加上上面封死，植物就像泡在不透气的水牢里。如果你买了这种盆栽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内盆拿出来，把铺面石扔掉，尽量改用传统的干湿循环浇水法。植物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是塑料摆件，没有所谓的懒人养法，任何违背生命规律的捷径，最终都会以植物的死亡作为代价。